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和老公结婚10年，期间我一直知道老公在外面养了不少人，但是我并没有选择和老公离婚，只因为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只要不把事情闹得难看，老公就算在外面养一个后宫，我也不管。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是小女儿进行钢琴表演的时间，本以为老公会因为公司忙碌不来参加，却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来了。今年30出头的老公依旧有健身的习惯，穿着一身笔直的西装，看上去不输那些小年轻。怎么来了？不是说公司有事吗？我笑着上去跟他报了一下。这个钢琴表演有知名度，现场有不少媒体，而我老公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基本的作秀还是要有的，什么都比不过你和孩子们。老公说这话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看向了场面上的媒体。我笑了笑，没有继续说话。和老公结婚这10年以来，我从来没吃过什么苦头，每天养尊处优地待在家里。家里有2个保姆和1个住家阿姨，居住的地方也是别墅。这样美好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失去斗志。而最近我忽然产生了一点危机感。结婚1年以后，老公就开始在外面养起了人。这件事情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的，但是我并没有声张，一直到后面他陆陆续续换了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这个，我产生了一点危机感。老公和这个人已经在一起1年了。最近我得到小道消息，那个女人好像怀孕了。我是山里的孩子，母亲在把我供上学的那1年出车祸去世，靠着留下来的赔偿款，我成功地读完了学校。跟老公遇见的那1年，我刚被黑心中介骗了所有的存款，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坐在街上。凌晨的城市依旧繁华。就在我对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希望的时候，老公开着车经过，从车窗里给我扔出了一沓钱，然后开着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拿着那笔钱租了房子，支持了我一段时间的吃喝。后来无数次我想找到他，报答他，一直到我又在公司看见他。那时候他的创业已经基本有了雏形，因为之前给了钱的缘故，我去了他的公司，久而久之有了情谊，我嫁给了他。思绪从回忆中抽离，我忽然看见了一个有些熟悉的人影。那个人，他居然也来了这里。眼看着他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拿着酒杯要来敬酒。老板娘好，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们。我能感受到身旁的老公有些尴尬。他叫林言和，是我的助理。我笑着点了点头。林言和把自己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又寒暄了2句才转身离开。然后没过一会儿，老公也借着有事情离开了这里。我看着老公离开的方向，和林言和刚刚离开的方向是一样的，一种烦躁涌上心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女儿的钢琴表演终于结束，宴会厅里响起掌声，我也强撑起一抹笑，开始鼓掌。这场钢琴表演还有下半部分，刚进行了一半，老公忽然来到宴会厅，说有急事要离开。我没把他放在心上，只说让他注意安全，然后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女儿的身上。又看了几分钟，我忽然想起来有件东西忘到了车上，于是出了宴会厅去地下停车场，结果却在那里看见了辣眼睛的一幕。老公和那个林言和正亲得难舍难分，丝毫不顾及这里可能会出现其他人。我此时十分庆幸，幸好来的是我，而不是记者什么的，故意发出一些动静，
还好老公在这个时候脑子还有点清醒，开着他的车离开了，而那个林言和则被留在了停车场。看着自己老公被别人亲，应该很有意思吧？毕竟你一直舍不得离开。林言和一边对着镜子去补口红，一边嚣张地说道。而我这个时候终于赶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毕竟老公并不知道，我知道他出轨了。你真不嫌脏？我一脸难堪地看着他。除了必要，我基本不和老公有皮肤上面的接触，其实就是害怕他感染上什么不得了的脏病。你这个宋夫人的位置做不了多久了，我已经怀孕了，就凭你生的那2个女儿，根本留不下她。那个他是谁毋庸置疑。林言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事业已经做到我老公这种地步的人根本不在乎老婆是谁。但是我当然不能让林言和看出来我确实有点担心。慢悠悠地走到我的车子旁边，从里面拿出我的包，然后关上车门。等到我再次走到林言和旁边的时候，我才开始反击。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不会让你穿这么廉价的东西。他给你花的所有钱加起来都买不了这个包吧？争口舌之快没有意义，但是不说，心里总是会不舒服的。说完这句话以后，眼看着林言和的面部表情确实挣扎扭曲起来，我开心地离开这里。我等着你坐上宋夫人位置的那一天。希望你和之前来找我的那10几个女孩不一样。这句话被我说出来，回音回旋在整个地下车库。从结婚开始，我就没想过要和老公离婚。生活的困境让我早早的就意识到了我到底需要什么。爱情其实不重要，物质条件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会和老公结婚，其实和当初他给我扔的那一笔钱有关系，这起码能侧面证明出他不是一个很爱钱的人。虽然不一定有爱心，但是出手一定阔绰。虽然事后我知道他早就认识我，在那一晚之前他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只不过我的客户太多，没有记住他。要说一开始他没有利益可图，我不相信。说不定他只是想让我当他的小情人，还是要开始改变了。我可不想哪天被扫地出门，又落得和之前一样的境地。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宴会厅，看着正坐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女儿，我握紧了手中的包。妈妈会让你们过上很好很好的生活，哪怕没有爸爸。心里面下定决心，当然就要开始付诸行动了。现如今，老公最不缺的就是钱，每个月他都会给我上百万的生活费。很早之前我就把那笔钱攒了起来，所以现在我身上也有2000万。只不过用自己的钱实在是让人感到心疼，所以我把事情对准了老公的钱包。这天，老公好不容易回家吃了一次晚饭。他最近一直说公司很忙，每天都在加班，看着他像是心情不错的样子。我故意当着2个女儿的面开口，现在怀玉和海竹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也不想继续在家待着了。最近这几天看见了一个项目，我想试试。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中的甜品递给老公。他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过工作了，我养着你不好吗？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试探。老公笑着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故意摇了摇头，不好。那你想要多少？老公问道。我假装对着脑子想了一下，然后对着他比了一个500万。我点了点头，这笔钱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果然，老公点了点头。我陪了他这么多年，500万而已，他不会不给我。钱明天让助理打到你账户上，玩得开心。说完这句话以后，老公就放下了手中的甜点，上楼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轻轻地笑了一下，害怕离婚以后他可能会对我进行报复，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绝不可能相关的行业——美容店。对于我来说，这个是目前我最容易入手的行业，因为这么多年，我除了在家，就是和其他人约着去做美容，要不然就是喝下午茶、买衣服。而这个项目是在前2天之前一起在宴会上认识的另外一家公司的总裁夫人给的。她前段时间和老公离婚了，现在自己做了一家品牌，目前她很想把规模扩起来。我和她很深入地聊过，这么多年对人的判断，她一定能成功。就凭她分走了前夫1半的家产，有脑子有野心，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竹，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我笑着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今天见面的地点约在了他的美容店，闲着没事就来店里看一下。我先带你转一转。我笑着点了点头，和沈竹一起并肩走在这家店里面。之前我说的合作意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沈竹问道。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他的面前，500万，给我20的原始股。接下来你想怎么做，我都不管。我转过头，笑着看着沈竹，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滞。我们才见了2面，这只是第3面而已。500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沈竹当初给我提的钱也是300万。而我现在居然直接给了500万，我无所谓地笑了笑。你不要，我就收回去了。沈竹听见这话，赶紧把银行卡接了过去，然后狠狠地抱了我一下。工作上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我能弄的，我能做的事情很少，除了投钱以外，就是偶尔去店里面看一看，假装自己很忙。本以为在孩子生出来之前，我的位置起码不会受到什么威胁，却没有想到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勇敢，或者说他的野心实在是太厉害了。这天我刚从美容店回来，就在客厅里看见了正和我老公坐在一起的人。老板娘好，我来给老板送个文件。林言和笑着给我打招呼，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的身子已经贴到我老公身上了，就差脱衣服了。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下我的老公，很明显他也有些局促。要是没想到我会忽然回来，打扰了他们2个的好事。对于我来说，老公就是老板，不能让老板不开心，所以我打了一个招呼就想上楼，却在我刚走上楼梯的时候，林言和忽然又转过来给我说话：“老板娘，可不可以给我们洗一点水果呀？我看宋总有点渴了，但是我没来过这里。”林言和的话成功的让我的老公有了一点不满，我能清晰的看见老公的脸有些慌张，像是很怕我忽然生气一样。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生气，我要钱的计划可就泡汤了。李妈会给你们洗，我有点困了，要先上楼。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也不管他们2个什么反应，直接就上楼回了主卧。没过几分钟，老公打开门走了进来，一下子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你那个助理走了？我假装有些吃醋，他点了点头，顺手把自己的眼镜摘了下来，放在了旁边的小桌子上。他年龄小，没有什么边界感，你也别太生气。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林言和看起来都快25了，孩子都怀上了，怎么可能还年龄小？但是一想到我的要钱计划，我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对了，你那个创业怎么样了？不知道是不是刚偷吃完，有那么一点点对我的愧疚。老公问道。我故意装作有些为难的，不太想说，但是迟疑了一下，在老公的眼神下，还是说了，不太好，还差点钱。看着我这么扭捏的样子，他直接挥了一下手，那就再给你500万，钱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咱们的家产怎么都不可能会败光的。听见这话，我很满意的笑了。谁能跟钱过不去呢？今天的事情虽然没有掀起来什么风，但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种子。今天老公并没有和那个林言和吵架的样子，两个人的感情应该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不会那么被动。夜晚想起来之前沈竹和前夫离婚的事情，我给他发去了消息。当初你们离婚，你是怎么从他那里拿走那么多钱的？沈竹和我差不多，都是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的人，只不过男人有钱就变坏，所以才会造成最后的结果。沈竹一直显示对方输入中，最后他给我发过来了一条消息，拿住对方的软肋，好好查一下你老公背地里都背着你做了什么，看看你手上有没有筹码。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老公部分的出轨我都知道，而且手中还保留着不少照片，但是出轨这种事情对男人的宽容太多了，除非借着这些照片好好的发酵一下舆论，但是我害怕会影响到女儿和事业。毕竟现如今我们还是捆绑在一起的一家人，只要没离婚就不可能松得开。一整晚我几乎没怎么睡觉，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于是第二天理所当然的起得稍微晚了一点。等我醒来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告诉我老公已经出去上班了，而两个女孩也都已经上学去了。我本来坐在客厅喝咖啡，眼神无意中往2楼看了一眼，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一直忽略的东西。2楼中间是老公的书房，处理任何东西都是在里面的，而这也就意味着老公公司的一切和他的秘密都在书房里面。我之前想着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不三不四的脏东西，所以一直没有进去过。现在忽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时机呀，让家里的保姆全部出去买东西，发现家里没人以后，我才敢进入2楼的书房。书房有着好几个书架的书，一张红木桌子和椅子，另外一边还有一整套的沙发和桌子。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只有红木桌子上面放着几个文件，我打开看了一下，都是一些最浅显的东西。本来还在想老公是不是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了公司，忽然发现桌子柜子里一打开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保险箱，我的心情瞬间激动起来，看了一眼，一共有4位数的密码，手伸出去试了2次，发现全部都是错误的，而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到底是什么？我站了起来，眼神无意识地在书房里扫了一圈，忽然发现桌子上的相框里面正是老公公司开创的那一天拍摄下来的照片。脑子里忽然回忆起来一句话，老公曾经说过，那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于是我立刻又蹲了下去，把那对数字依次点了出来。就在我的心马上要跳到嗓子眼的时候，保险柜开了，里面满满当当的放着黄金和房产证，而最下层放着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个账本。我拿出手机对着这些东西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这些东西一次拿了出来，开始去翻那些文件和账本。这些文件都是公司的机密，我曾经也在这个公司里干过一段时间，所以自然能看得出来。至于那个账本，我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看了一眼时间，保姆估计快要回来了。于是我赶紧拿出手机，对着那个账本一顿拍，又把那些合同都拍了下来，然后再按照照片里面的原型把它们都摆了回去。等我收拾好一切，又坐在楼下的时候，保姆们正拿着刚买好的东西回来了。我的内心里现在有一个猜测，
我觉得这就是我能拿走钱的关键。又在楼下坐了一会儿，我上楼在房间里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在通讯录翻了一会儿，然后打出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听见手机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我这才开口说话：“我是万锦，你还记得我吗？”电话那头的人顿时激动起来，他是我从小玩了很久的朋友，只不过随着我结婚，我们两个就不联系了。找我有事儿，寒暄了一顿以后，他问道：“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个账本。”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于是在电话挂断以后，我把那些东西发给了他。虽然这么多年不联系，但是我依旧很信任他。我本来想着等手中的筹码足够以后，就找老公谈条件离婚。我并不想带走什么东西，只要给我一部分能够养2个女儿的钱，并且让我带着2个女儿走就可以。只是我没想到，身边的人居然一直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晚上，保姆们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因为听说老公今天会回来，就在我和2个女儿一起坐在客厅里等着老公回来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老公身边还带着林言和。这是什么意思？我指了指林言和，老公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只不过他的手挽着林言和的腰，2个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万锦，我有件事要跟你说。言和今天用最好的机器检查了，医院说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准备让他住在家里。宋世安完全不顾及2个女儿还在场，直接就说出了这句话。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他就已经带林言和去了餐厅。妈妈，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呀？小女儿看着宋世安离开的背影，有些好奇地问我，并不想让他们2个现在就受到伤害，于是让保姆带着他们2个上楼，另外给他们拿一些东西吃。而我则是来到了餐厅。我们能谈谈吗？现在和他说一句话都让我感到恶心。宋世安拿起旁边的手绢，抹了一下手，拉起了旁边林言和的手。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吧，不过如果是为了言和，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开口，惹我生气。宋世安有恃无恐地看着我，仿佛知道我一定会为了他妥协一样。毕竟他身家上亿，我会带着女儿从这里搬出去。我们离婚吧，毕竟你现在也有新的妻子了。听见我的话，林言和肉眼可见地笑了起来。宋世安却是皱紧了眉头。有必要吗？他不会威胁你的位置，而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钱。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仿佛真的难以理解一样。宋世安紧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嫌脏。说完这句话以后，我转身上楼，开始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宋世安却来到了我的身后，他站在门口看我拿出行李箱，收拾衣帽间里的衣服，忽然笑出了声。万锦，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拿钱买来的，没有你挣的1分钱。你不要过头了，男人爱玩怎么了？我对他的这些话已经有些无感了。宋世安之前从来不在我身上说这些东西，所以虽然我知道他喜欢说教，但是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现在体验了以后，我才发现他真的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哪怕这里没有我挣的1分钱，这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很想我赌气放下这些东西，然后出去穷困潦倒吗？可惜我不会。说完这些话以后，我开始继续把那些首饰衣服全部塞进行李箱里，专挑贵重的东西。宋世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这是他认识我以来我第一次这么说话。那我就看你能在外面坚持多久。宋世安说完以后，也懒得继续在这里看我，下了楼。而我在收拾完我的衣服收拾以后，特意多拿了好几个包，把所有的首饰都塞了进去，转身去了2个女儿的房间。
开始给他们收拾东西。妈妈，我们要出去旅游吗？他们两个一脸好奇地看着我，我摇了摇头，虽然有些不忍心，但还是准备诚实告诉他们，我们要离开爸爸生活了。以后你们的爸爸会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就没有办法见面了。这只是善意的谎言，我相信等他们之后会理解我的。两个女儿都是让我一个人亲手带着的，她们都很黏我，很听我的话，所以在听完我的解释以后，乖乖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收拾。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反抗。而宋世安看着我们三个离开的时候，只是笑着，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他觉得我离开了，他也是活不下去的。出来以后，坐上出租车，我的好朋友给我发来了消息：“这个账本是你老公的。”我回了一个嗯。那边犹豫良久，发来了一段话：“我建议你去查查，这是不是真正的账本，或者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账本。”有点问题。看见这句话，我就知道我的胜算加了不少。我带着女儿去了酒店，毕竟这么晚也不好买个房子。第二天把两个孩子都送上学以后，我来到了昨天晚上就和别人约好的咖啡厅。进入包间里面，就能看见里面坐了一个浑身包裹严实的女人。东西我带来了，钱呢？说话的人是宋世安公司里的财务，他很缺钱。我把现金拿出来扔到了他的面前，然后赶紧去看账本，对照了几页，发现果然有些不对，于是就把账本装进包里拿走了。拿到账本回到酒店以后，我第一时间就拍照发给了我的朋友，而他也很快就给了反馈。宋世安让别人帮他做假账，这两个不一样的账本就是最简单的证据。拿着账本的时候在微微发抖，我仿佛看见了未来的希望，知道拖得越久就越容易出事。我把宋世安约到了楼下的饭店，他进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志得意满的笑，仿佛早就料到了我会去找他。直到我把账本放在桌子上，宋世安的脸变得不好起来。我也不想跟你争，但是我需要带走两个女儿，还有一笔钱，你给我，我们就离婚，相安无事。我这句话说完以后，宋世安像是今天刚认识我一样打量着我的脸，最后他摇了摇头：“我不信你会让女儿有一个有老底的爸爸，而且你怎么会觉得这个就能打败我？”宋世安在短暂的震惊以后平复了自己的心情，这么多年的风浪他都来过了，而我手里当然还有其他的筹码。林言和昨天晚上为了挑衅我，特意拍了不同视角他和宋世安的照片，我在他撤回之前都点击了保存，今天还打印了出来。看着满桌子的照片，宋世安脸黑得可怕，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同意两个字。1亿5千万的钱被打到了我的账户上，账本和照片都被宋世安拿走，而我获得了自由的身份，两个女儿的抚养权也都在我身上。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宋世安恐怕是觉得被我搞了，心里不舒服，特意带着林言和出席了不同的场所，并且还说了一些不清不楚的话。一时之间，因为对钱的想法，我被网暴了。因为我和宋世安离婚的事情，看着网络上愈演愈烈的言论，宋世安那边没有任何要澄清的想法，我又不是软柿子，眼看着马上就要影响到店里的生意，而且我的居住地址和女儿上的学校都被扒了出来。忍无可忍之下，我把手机里备份的照片一股脑儿全部都在我的微博上发了出去。发出去的1个小时之内就炸了热搜，全网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照片被疯传，而宋世安则是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免打扰在旁边看了1个多小时，眼看着热度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下去了，
才接通了电话。万锦，你想干什么？咬牙切齿的声音从手机那边传过来。我无所谓地看了看手里的指甲，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立刻就挂断了电话。和人渣说话只会拉低自己的档次。辛苦忍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女人想要独立，果然还是要靠自己。美容店的事业已经有了分红可以拿，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而我手上的钱也足够我和女儿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心里这么想着，2个女儿刚好下学回来了，看着她们天真可爱的样子，我无比庆幸自己当机立断做出的决定。我都不敢想，如果我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宋世安离婚，那我的女儿们要被欺负成什么样？不过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未来崭新明亮。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